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这时硝烟散开，露出了我的多用途装甲车。装甲车此时正斜趴在一个弹坑之中，外面装甲崩碎，一个导弹发射架都被打碎了，掉落在地上，看起来凄惨异常。不过整体上却基本完整。怎么还这么完整？这车子用的什么钢材？看到装甲车还这么完整，麦克斯不由得犹豫了，停下了车，开始填装炮弹，准备对着我再来一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看到装甲车上弹出了一个像是大型摄像头一样的东西，那东西是玻璃的镜头，微微调整了一下方向，对准了他。还真没死，命这么硬。麦克斯继续填装着炮弹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的余光忽然瞥到那个不起眼的摄像头里，忽然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随后一道胳膊粗的炽热射线直接击穿了他引以为豪的厚重的装甲，击穿了他的核心驾驶室，击穿了他的胸膛。怎么可能？然而他的脑子再也无法思考下去，冰冷的尸体栽倒在了驾驶位上。此时的我也不太好受，剧烈的冲击波和声波还是让我吃了不小的苦头。看来除了火力和防护之外，那些防震、消声之类的软实力也应该提上日程了，不然没被炮弹击穿，反而被次声波震死了，那可就太搞笑了。在驾驶舱里躺了一会，我才恢复了行动能力。我先用汽车修理包将损伤部分修理好，又再造了一个阿达兹导弹的发射架，将损坏的发射架替换下来。随后派出了001开始拆击那个巨大的蒸汽动力战争机械，那个钻头和那把40米长的斩剑刀我也没放过，全都拆解了带走。很快001就将巨大的蒸汽动力战斗机械拆解完毕，除了大量的金属铬之外，还带回了3张图纸。干得不错，手气更好了。多个装甲4级车通用配件，装备后增加金属硬度，提升防御等级，具体防御效果与原本装甲防御能力相关。制作材料金属铬200单位，超级电子对抗系统 2.0 版本，7级汽车配件，由射频干扰器、雷达警告器、通用导弹警告器、涡条红外干扰散播器、光纤诱饵散播器、电磁波干扰器、激光对抗系统等组成一个整体的光电和电子对抗系统。备注：检测到玩家已拥有同类产品，可选择融合进行性能提升。是否进行融合提升？一道白光闪过，我手中的图纸消失，融入了车。我查看了一下全新的超级电子对抗系统，具体说明和原本的说明差不多，只不过功率更加强大，效果也更好。如果再遇上拥有相同装备的玩家，我就可以利用更大的频率压制对方，使对方失去电子对抗性能。效果不错呀。我满意的点了点，随后随手将镀铬装甲制作了出来，加载到了车上。一层厚重的金属铬融入了我的装甲上，装甲性能又提升了30%左右。前2张图纸的效果都不赖，让我信心高涨，立刻打开了第3张图纸。双联装203毫米主炮炮塔，2门203毫米线膛炮，配备2挺双联装高频两用同轴蒸汽机枪，配备自动装弹系统，配备辅助观瞄系统。备注：配套穿甲弹、高爆弹、3相弹。这玩意的数据确实不错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玩火炮了。不过这玩意儿倒是可以卖给几个熟悉的朋友。打定主意，我给海哥发了条私信。我有一张图纸，你感不感兴趣？图纸？蒸汽之神在上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种东西，一定要卖给我。等价交换是吧？活动，你等等我看看有什么等价值的东西。很快海格就把一张图纸的截图发了过来。直升机改装图，可以将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改为无人直升机，使用遥控设备操控，配备基础监控设备。5备4套悬挂式蜂巢式火箭弹、狼挺蒸汽机枪。我可以帮你出全部的材料，直升机也可以造一架，不过性能可能不会太好。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，我还可以做点别的。最近我改装了几款高射机枪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不用，就这个就挺好。我看到这张图纸，眼中满是兴奋的光芒。直升机别人没有，但是我有啊。当初还在废土世界的时候，我突袭了黑石城的蒸汽坦克制造厂，就弄到了一台新研发出来的直升机。可惜那东西没有人会开，再加上没有配备武器，就充当汽车配件凑升级条件了。这个直升机的机库也一直被扔到了车子的角落，放在那里吃灰。真的可以吗？你不用照顾我的，这段时间你给我的关照够多了。没有照顾你的意思，我真的很喜欢这张图纸，不过上面的一些参数你要帮我改一下。我将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发给了海哥。改倒是能改，但是我没有相应的武器。放心，我有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改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做，材料也不用你出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好吧。4个蜂巢式火箭弹改成了2个阿达兹导弹挂架，外加2个地狱火导弹挂架。2挺蒸汽机枪改成了加特林机枪，
火力强度提升了好几倍。如果不算激光的话，光算火力强度，几乎和我的装甲车差不多了。两人交换了图纸，我急不可耐地将直升机制造了出来。原本的蒸汽动力直升机瞬间被改造成了武装直升机，外形看起来像是阿帕奇，不过体积要小一些。飞机召唤器每次只能召唤一架飞机出场，所以这个武装直升机我决定还是暂时停在自带的直升机维修车间里，没有收纳到飞机召唤器的机库里，将一个没啥用落灰的设施利用起来。我心情大好，就连开车也有动力了。我一踩油门，向着太阳的方向加速前进。我一直开到了傍晚时分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。我再次拿出了电子地图对比了一下，确定眼前的这座城市就是此行的目标——金桔市。金桔市是这片区域最大的城市，也是这片区域的经济中心，各种设施十分的齐全。想要寻找物资，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当然，最吸引我的一点是，这里有一个联合制药的实验室和一座小型的空军基地。尤其是那个空军基地，我现在正愁弄不到飞机扩充自己的机库，没想到在前行的路上就碰上了一个空军基地。不过，这个空军基地在城市的西北方向，想要过去必须要穿城而过才行。更何况，在城市中心偏西还有一座联合制药的实验室。提示系统特意提示过，这座实验室里有一些我需要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更不能绕路了。此时，金桔市的街道十分干净，几乎看不到车辆。我满意的行驶在街道上，不时地看向两边的建筑。街边的建筑有不少都被打碎了窗户，不少货物散落在人行道上，不少店铺还有被火焚烧过的迹象。显然，这些店铺都经历了一场零元购。我警惕地扫视着两旁的建筑，生怕从一个破旧的窗户里伸出一支反坦克枪来。不过，幸运的是，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。我不断地向前开着车，就在快要抵达实验室的时候，转过了一个路口，忽然发现几辆大巴车堵住了道路。那些大巴车里面还被装上了石头、铁板等杂物，轮胎也被放了气，明显是被当成了堵路的障碍物。看到我靠近，两个拿着雷明顿和 AR-15的人站到了车顶上。快点滚开，这里是属于我们野牛帮的地盘，滚远点！两个人不客气，用枪对准了我的装甲车，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枪的架势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扫视了一下周围，在不远处的一座2层小楼上，还有一个人架起了一具陶式反坦克导弹，已经瞄准了我。防备的还真严密。我这一次是来寻找物资的，不想多生事端，而且我在这里开了枪，要是引起了实验室那边的警觉就不好了。我想了想，选择了绕路，反正城市这么大，只要绕过这些人控制的街区就没什么问题了。结果开了一圈，我愕然发现周围的道路全都被野牛帮给堵住了。那个实验室完全位于野牛帮的势力范围内，想要进入就只能强冲。就在我准备强行动手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男生在旁边轻轻地敲着装甲车的门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帮助吗？我看了一眼车门外的那个男生，脸上戴着口罩和防风帽，尽管装备很差，但是可以看出他已经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进行防护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先生是想要去里面吗？我看你围绕着这片区域转了一圈了，我知道一条路可以进入里面，不过您得帮我一个忙，不知道可以吗？你确定你所说的那条路可以毫无声息地穿过封锁线？当然，我敢肯定，我可是在这片街区长大的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条管道我都了如指掌。好吧，那说说你的条件，如果不太过分的话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我想要你搭我一程，我也要进入里面。去那里面？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那里面的有价值的目标很多，但是水牛帮过来之后，大多都搜刮的差不多了，而且从你的车子可以判断出，那些普通的物资恐怕也不会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将这些普通的目标都排除之后，就只剩下了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联合制药的实验室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的分析能力还不错，不过你要去里面做什么呢？那可不是玩捉迷藏的地方。我是去寻找特效药的，我的妹妹被污染了，现在躺在床上，需要药剂治疗，可是药店里的药都被抢空了。我听我一个朋友说，这都是联合药剂的阴谋。在联合药剂的实验室里，肯定有解决的特效药，只不过那片区域被水牛帮控制了，我们过不。你不是有秘密通道吗？怎么不从那里过去？那里被一只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孟加拉虎占据了，我一个人过不去。我想你的装甲车应该可以无视它。好吧，我可以允许你和我一起同行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给你引路。我带着男孩消毒，然后进入了车里。你叫什么？阿伟，叫我阿伟就行。阿伟，这名字不太吉利啊。此时，阿伟早已被装甲车内琳琅满目的各种科技产品迷花了眼，眼睛都不够看了，并没有听到我的话。过来坐吧，帮我指路该怎么走。好，走这边。阿伟听到我的招呼，
立刻跑到了屏幕前指路。阿伟不愧是从小在这一片区长大的，对周围的地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在他的指引之下，装甲车很快驶入了一个地下停车场之内。这个地下停车场原本是死路，结果有一天对面施工将地下停车场挖穿了，这才发现地下停车场和另一个停车场相连。那里虽然被封堵上了，但只是砌了一道单砖的墙，用锤子就能砸开。对了，那只孟加拉虎就在这附近，最好小心一点。呵呵，碰到了我，要小心的是他。我的装甲车进入地下停车场之后，就没看到那个孟加拉虎的影子。那面墙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咦，怎么破了个洞？那里之前明明被封上了，怎么可能会被打开？难道有人提前过去了？此时，在地下停车场的尽头，一面单砖墙被打破了，露出了一个离地面40多厘米、直径半米多的圆洞。或许吧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我加快了速度，开动着装甲车，一头撞在了墙上。那道墙只是一道单砖的分隔墙，也就承担了一个阻隔的作用。被我的装甲车一撞，就塌了一大片。装甲车裹挟着一阵的烟尘，冲进了另外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内。就在装甲车冲过去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前装甲板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一样。只不过周围到处都是漂浮起来的灰尘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什么东西？是一只大猫。小爱同学将红外侦测到的图像投放到了屏幕上，在球形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个猫形的生物，身体矫健，尾巴修长，只不过体型有些巨大，光是那个脑袋就半米多宽，不算尾巴的话，身长超过了6米，快赶上小型箱货了。这是你说的那只孟加拉虎？我读书少，你不要骗我。孟加拉虎有这么大？你说这是大象我都信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上一次见到孟加拉虎还是正常体型，没有这么大啊。阿伟整个人吓得差点坐到地上。听说成年老虎能一巴掌拍碎车窗玻璃，这只变异的孟加拉虎一巴掌拍碎装甲车的车门也不是问题吧？然而就在此时，那只巨大的孟加拉虎扑了上来，2只爪子向着装甲车的前装甲扇了过来，让他尝尝现代火器的厉害。小爱同学闻言立刻启动了1130斤防炮，一连串30毫米口径的炮弹向着孟加拉虎射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那只如同大象大小的孟加拉虎就被近防炮的炮弹撕成了碎片。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就是一个花架子，没意思。我开着装甲车向前驶去，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走？阿伟早已经被我的火力强度吓呆了，被我喊了几声才回过神来。这边走。阿伟指引着我在地下区域左转右转，等到2人出来的时候，我愕然地发现斜对面就是一栋3层的小楼。那个小楼的风格看起来也很眼熟，小楼外面是一圈高墙，上面还挂着螺旋形的铁丝网，看起来防卫很严密。那里就是联合制药的实验室，这里是联合制药的后门，我知道一条下水道可以进入高墙里面。果然如此，不过钻下水道就不用了，直接进去吧。我说着，开着装甲车就来到了后门前。这栋院子的后门是一道电动的铁栅栏门，胳膊粗细的钢筋制成，异常的坚固。装甲车一头撞了上去，连门轴都给撞断了。巨大的铁门咣当一声砸到了水泥地面上，发出了沉闷的响声。走。我开着车驶入了院子之中，我四处打量着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院子里除了那个小楼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厂房，看起来像是装修车间一样的东西。车间的大门刚好对着后门的位置，我直接就撞开了大门，冲了进去。当我看到车间里的东西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随后瞬间狂喜起来。发财来了，发财了！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原来在车间里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排排的战车 ，M1130 型装甲指挥车2辆，M1126 型装甲运输车18辆，M1129A1 型120毫米自行迫击炮4辆，以及各种类型其他的战车。我数了数，一共42辆车，全是轻装甲车，可以算是一个全能版的斯特瑞克突击营了。在队伍的最后面，我甚至发现了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，这些阿帕奇全是改装版，悬挂的全是地狱火反坦克导弹。发家了，001，把这些车子都给我拆了，开出来的图纸运回去，我慢慢看。我招出了001开始干活，而我自己则走过到了那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前，将2架改装成了海格设计的武装直升机，剩下的2架保持原样。随后将4架直升机全部收入了飞机召唤器里，这样一来，我机库里的飞机就增至了8架，数量直接翻了1倍，爽。而阿伟在一旁则是目瞪口呆，看着到处忙碌着的自走机械，感觉自己好像走到了科幻世界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机器人吗？你是超级科技公司的幕后掌舵人，还是掌握了高科技的超级英雄？你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吗？很可惜，我并不是超级英雄，也不是拯救世界的战士，我来这里也是有我的目的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主楼里吧。
你不是还要去找特效药吗？我拿了一个防护面具扣在了阿伟的脑袋上，同时将一把格洛克塞进了阿伟的手里。拿上这把武器，关键的时刻能救你的命。好了，跟上我，要出发了。阿伟傻愣愣地跟在我的身后，就好像是在梦里一般。我不知道阿伟的想法。我正在挨个房间搜刮物资，1楼是办公室，不过这里的人好像已经都撤走了，而且还是在极端有序的情况下撤走的，留下的只有一些桌椅之类的办公用品，没有一点价值。整整1层楼，我没有一点收获。我不信邪，上到了2楼，2楼也是办公室，同样是没有留下哪怕一样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立刻向着3楼走去，阿伟见状也连忙握着手中的格洛克跟了上去。3楼是一个小型的实验室，里面摆放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仪器。在一个满是阴影的角落里，一个身影正蹲在那里，发出了咀嚼的声音。什么东西？那个身影也明显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回过了头，那是一个头上长满了触须的家伙。确切地说，那已经不是人类的头颅了，而是头部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章鱼。食物，干净的食物。那个章鱼头怪物忽然捡起了身边的一把巨大的镰刀，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。我直接扣动了扳机，那个怪物直接被怒吼的加特林打成了筛子。章鱼头怪物的生命力很顽强，哪怕是这样了，也没有死，而是艰难地在地上蠕动着，身体的伤口处有着触须在蠕动，似乎在修复着身体。哈哈哈，你是杀不了我的，我是新时代的神明，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注定会被淘汰，只有我们这些杰出的新人类才是未来的主宰。我再次扣动了扳机，扫向了章鱼头怪物。10几秒钟过后，章鱼头怪物全身都被打成了碎片，连一块超过拇指大小的组织都没留下，那些触须也不再蠕动了。神明，就这，看到这家伙没？记住了，别跟着他们学，不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以目前的情况看，人类再怎么变异也抵御不过枪炮，所以还是这玩意最好使。如果没有特效药，我的妹妹是不是也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想开点，一边是随机的，万一你妹妹运气好变成了美人鱼呢？而且你妹妹不是还没变异吗？吃了特效药，说不定就没事情了。可是我们从1楼搜索到了3楼，连一片药都没找到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妹妹躺在床上，可是我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看着她一点一点变成怪物。不用担心，特效药我那里也有一些，不过我也没试验过，不敢保证一定有效，你可以拿去试试。你那里有特效药？你没骗我？在上一个联合制药的实验室里弄到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能给我2盒吗？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能治好我的妹妹，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甚至死都可以。不至于，只是2盒药而已。不过提前声明，我只是提供药剂，不负责效果。要是出了问题，我可不负责。感谢您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好，那你等我一会，我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然后就离开这里。我走到了那个尸体附近，翻找了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掉落的装备。然而什么都没有。我来到了章鱼头之前待过的角落那里，在阴暗的角落里堆放着一具尸体。忽然看到对方衣服的口袋里露出了羊皮纸的一角，有图纸。我好奇之下将那张羊皮纸抽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特种装甲车辆内饰，5级通用车辆配件，由特种材料建造的车辆内饰，可以有效隔绝声波、次声波、震动、超频共振和辐射、超高温所带来的伤害。制作材料阿尔法级合金200单位。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个东西，被冲击波震得头昏眼花，行动失调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。最有价值的是，这东西居然是一个5级车的通用配件，让我距离6级车又迈进了一步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这个阿尔法级合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在哪里能找到？看来以后还得多去联合制药的实验室去逛逛才行，说不定就能弄到一些好东西。走吧，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也该快点走了。好。阿伟早就等不及了，听到我一说这话，连忙跟着我下了楼。此时001已经带着众多自走机械，将一整个突击营的车辆拆了个精光，大量的材料运进了车里，而001手中还捧着一大摞羊皮卷轴。这么多图纸，真是好样的。看到001的收获，我脸上都快笑开了花，将手中的图纸翻了一遍。我发现这些图纸大多都是改造图纸，直接将车子改造成相应的装甲救护车、自行迫击炮车之类的，剩下的一少部分则是部分武器部件，比如火力支援车的同轴机枪，比如工程车的吊装机之类的。在这些图纸里，有一张是我最中意的，是一张车载雷达的图纸。联合制药2型车载雷达，5级通用汽车配件，探测距离80公里，抗电磁干扰能力中等，为了车载而压缩性能制造出来的物品。雷达。我看到图纸之后，抱着001亲了一口，
这家伙简直是自己的福星，居然开出了雷达图纸。001有些无语，口水之中含有更多的腐蚀性物质，还让他的摄像头花了。他拿出一块小软布，轻轻地擦拭着自己的摄像头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兴高采烈地将雷达制作了出来。车顶上弹出了一个小型的雷达天线，随后球形屏幕上多出一个显示器，一道雷达波正在不断地扫描着周围的情况。我看着雷达，忽然想起了阿尔法金属的事情。对了，以后要是开出了什么特殊的金属锭的话，记得拿给我看一下，我需要大量的阿尔法金属。听到我的话，001飞快地走进了仓库里，不一会举着一个金属锭从仓库里走了出来，举到了我面前。恭喜你发现了阿尔法金属第一个。你真弄到了？从哪里？001在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：仓库里的车辆里拆解而来，总共获得460单位。居然有这么多！我将羊皮纸拿了出来，点选了制作，一道白光闪过，羊皮纸消失，装甲车内部多出了一层内饰。我摸了摸，十分光滑，还有点软软的，有点像是塑料，还有点玻璃钢的感觉。阿伟则傻愣愣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科幻，一点都不真实。不，这已经不是科幻了，就像是游戏一样。点选了一下按钮，就一键组装完成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指挥官，实验室外检测到大量人员和车辆在靠近，请问是否进行侦查？来人啊！只见在雷达屏幕上，前面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红点，这些红点还在不断的移动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这是多少？初步判断车辆70辆，人员182人。这么多，把无人机放出去看看情况。我说着，将一架手抛式无人机投放了出去，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。此时，实验室正门之外已经聚集了70辆汽车，上百人站在外面，熙熙攘攘的。不过，这些人泾渭分明地分成了2队，一队人扛着 A215或雷明顿，身上纹着水牛的纹身，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全都是水牛帮的成员；另一队则是五花八门，衣着各种各样，有皮衣，有迷彩服，有长袍，甚至还有板甲，武器更是种类繁杂，从霰弹枪到机枪一应俱全，甚至能看到一个穿着外骨骼的玩家扛着一门无后坐力炮当做主武器。与上一队人不同的是，这些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带上了一些防护措施，比较好的有专业的防毒面具，有的甚至直接背上了氧气瓶，最差的也有口罩防护。不用说，后面这群人都是得到了游戏系统提示的玩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掠夺者从后面缓缓地开了过来，一个穿着专业防护服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对着水牛帮为首的人说道：“你就是克里斯帮主吧？我是这次前来对接的芭芭拉，奉命来接收装备的，请你的人帮忙行个方便。”抱歉，这里是我们水牛帮的地盘，想要拿走物资，必须分给我们水牛帮一份。这是联合制药的产业，我们和联合制药有协约，这里的一切全都原封不动的转交给我们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你们有什么权利插手？和联合制药的协约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我管不到。但是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们的一份，不把我们应得的那一份给我们，你们休想踏入其中一步。伴随着克里斯的话语，他身后的那些水牛帮的帮众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雷明顿和 A215，芭芭拉身后的玩家们也都举起了各自的武器。一时间，双方剑拔弩张，眼看一场火拼就要发生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然而，场中的双方也都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在这种场合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双方僵持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芭芭拉最先退了一步，同意克里斯分润一部分，而克里斯也就坡下驴，将之前的1/3份额降低到了1/4。老大，就这么降低份额，兄弟们怕是会不满。要我说，直接把他们都干掉，大门一砸，那里面的东西还不都是咱们的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联合制药的实验室，谁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鬼东西？先让他们帮咱们把雷烫掉，等见到了物资，咱们再下手把他们都干掉，这才是上策。你通知下去，让下面的兄弟都警醒点，时刻准备动手。明白了。芭芭拉那边也有玩家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芭芭拉，咱们可是联盟，之前已经谈好了各个车队的份额，你直接将1/4的利益分了出去，要从谁的蛋糕里切？这是你自己同意的，要让利，你们从自己的份额里切，别指望我们替你分担。呵呵，你们见识太短了，我刚才的那些话只是为了稳住他们，谁说真的要执行了？等待会看到物资的时候，那些土包子还不得傻了眼，直接往物资堆上扑。那个时候我们直接在后面打黑枪不就可以了？到时候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，何乐而不为？双方都暗地里做好了布置，准备对对方动手。同时，芭芭拉则来到电子门前，拿出一张卡，准备开门。看到这种情况，
我坐不住了。要是这2支队伍进入到实验室里，看到物资消失了，还不得全程搜捕？虽然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跑，但是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幺蛾子。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趁着这些人没什么准备，将对方干掉。打定了主意，我立刻打开了武装直升机的平台，将车里的武装直升机释放了出来，同时利用飞机召唤器也召唤出了一架武装直升机，而我自己的各种武器系统也全部打开，对准了外面的车辆。什么声音？在门外准备开门的芭芭拉听到一阵巨大的引擎声，感觉有些不对，慌忙抬头，她愕然发现在实验室里燃升起了2架武装直升机，那2架直升机的挂架上挂满了阿达兹导弹和地狱火导弹，密密麻麻的，看起来异常的狰狞恐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联合制药没说这里会有人值守啊，这直升机是从哪里来的？就在芭芭拉疑惑之际，那2架武装直升机就开火了，一枚枚导弹呼啸着扑向了那些车辆，这些车辆停在原地，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会有武装直升机袭击，完全没有一点准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被一颗颗导弹点名，当即一团团橘红色的火球升起。此时我的导弹也越过高墙砸了过来，将那些车子砸了个稀巴烂。导弹射完之后，我没有召回直升机，而是命令他们用自带的加特林机枪对着人群扫射。在2架武装直升机的密集扫射之下，门外的那些人像是麦子一样被成片的割倒，有人还想举枪反抗，可是还没等他瞄准好，就已经被加特林机枪扫成了筛子。2架武装直升机将子弹打光后，整个场地已经几乎没有活人了。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准备补枪，我直接将2枚重型航空炸弹扔了过去，设定好了延时起爆，随后召唤回了直升机，向着后门飞也似的跑了。我刚一出后门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一团蘑菇云升了起来。我的区域频道上再次弹出了2条讣告。好家伙，还真有漏网之鱼。对了，你家在哪里？我直接给你送回去吧。哦，好，走这边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车子拐了几个弯，2个人来到了一栋破旧的楼前，楼前停着2辆摩托车。我家的灯怎么亮了？我明明告诉阿雅要关灯的，她不会不听我的话的。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对。你家在几楼？4楼。阿伟飞快地向着楼上跑去，我紧随其后，2人先后来到了阿伟家的门前。此时破旧的木门已经被踹开了，2个壮汉正站在客厅里，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孩被他们堵在了墙角。嘿，没想到居然还能有意外收获。让我先来，以前光看触手的本子了，今天让我来亲自实践一下，看他那些漫画是不是真的。另一个壮汉的衣服被震破了，几条触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向着女孩伸了过去。别对我妹妹动手！阿伟连忙举起手中的格洛克，对着那2人扣动扳机。然而慌乱之中，第一次用枪的他居然忘记了开保险，扣了半天，扳机也扣不下去。哪来的小鬼？给我一边站着去，待会再找你算账。那个有着1尺长舌头的壮汉快步走了过来，一巴掌扇到了阿伟的脸上，直接将阿伟扇得飞了出去，同时劈手夺过了阿伟手中的格洛克。呵，格洛克17，全新的，没想到你手里居然还有这种好货，归我了。来，小妹妹，别害怕，叔叔带你玩一个好玩的游戏。那个身上长着触手的壮汉只是瞥了一眼，看到同伴控制住了局势，就没有再去管，而是继续向着女孩逼去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要控制不住了，他要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不是更好吗？他的双手伸出，一团冰凌出现在他的身前，那团冰凌飞速的变大，向着周围蔓延开来。那个触手男立刻抽身后撤，然而冰凌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还没等他有所动作，冰凌就将他彻底的冻结了起来，成了一座冰雕。将触手男冻结起来之后，女孩竟然凭空飞了起来。此时她身边气流涌动，她黑色的头发变成了银白色，原本黑色的瞳孔变成了赤红色，目光空洞地望着在场的众人。长舌头的壮汉吓得手中的刀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，双腿一软，跪到了地。别杀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我的信用卡账单到期了，房子被银行收走了，我的工作丢了，我也是没办法才出来抢劫的，求求你放我啊！小女孩的目光闪动，身体变得摇摇晃晃起来。几秒钟之后，她的身体一软，忽然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，掉落到了地板上。长舌男子也没想到事情居然发生了转机，他当即窜了过去，准备控制住这个女孩。住手，把枪放下！不应该把枪放下的是你，我手中可有人质。别跟我说你不在乎他的话什么的，你能冲过来，说明他一定是你的什么重要的人是吧？立刻把枪放下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好吧，说说你想要干什么？把你手中的枪扔过来，慢点，记住，慢慢的扔。要是让我看到一点出格的动作，我就开枪了。就这些，还有吗？
别废话，快点把枪扔过来，不然我就要开枪了。别把枪给他，给了他，我们就都完蛋了，一定要打死他。我诧异地看了阿伟一眼，没想到这个男孩居然看得这么通透。小兔崽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一个孩子的话而已，你别当真。我把枪给你扔过去，你别伤人。我说着，将加特林扔了过去。长蛇男猛地弯腰去捡加特林，这枪可比他手中的格洛克强多了。要是这把枪在手，他直接就能将房间里的人全都干掉。至于说放人的事情，他根本就没想过。杀掉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，带走女孩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他的手接触到了加特林机枪，猛地往上一提，加特林躺在地上纹丝不动。加特林机枪可足有上百斤，我之所以能举重若轻，是因为我穿的防护服里有外骨骼辅助。这么沉？长蛇男不信邪，双手抓住加特林，准备用力。这时，一道湛蓝色的电光从我的手套上射出，射到了长蛇男的身上。好久没用了，效果还不错。我晃动着手中的电击手套，这个手套我自从获得后就没用过几次。看到长蛇男倒在了地上，我走到了他面前，将加特林机枪捡了起来，顶在了长蛇男的脑袋上。看来你很喜欢这把枪啊，那就让你近距离感受一下吧。说完，我就扣动了扳机，解决了长蛇男。我来到了阿雅的身前。阿雅，阿雅，你怎么样了？醒醒啊，快醒醒啊！我给你找到药了，你快点醒醒啊！阿雅因为体内的阿尔法病毒和体内的细胞结合，导致部分 DNA 发生异变，觉醒了超能力。因为不习惯和使用超能力过度而陷入了昏迷状态，需要补充大量能量和休息。另外，因为阿雅的精神状态不佳，导致觉醒状态并不完整，需要大量服用特效药来提升觉醒度，否则将会让暗面情绪占据身体，成为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看来感染了阿尔法病毒也不全是坏事，还是有机会觉醒超能力的。别慌了，你妹妹现在需要休息，而且她现在的状态不太稳定，需要服用大量的特效药，否则就会失控，像是刚才那样。好，吃药要吃多少？这里既然已经被人找上门来，就说明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先把你妹妹带到车上，我车上就有基础的医疗设备，先控制住情况，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静养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好吧。两人重新回到了车里，我打开了高级医疗舱，医疗舱的盖子缓缓合上，我将特效药放进了储药器里，随后按下了自动治疗，医疗舱开始自主工作。医疗舱上的显示器上呈现着阿雅的身体状态，最下面的一行字让我皱起了眉头。经检查，患者患有先天性白血病，因为缺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，而且患者身体过于虚弱，暂时无法治疗。你妹妹有白血病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她以前只是经常容易疲惫，我只是以为她营养不良，没想到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又不是100%不能治愈，只要有能配型的造血干细胞，还是有希望治愈的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联合制药吗？他们屹立了这么多年，总不会全都造病毒了吧？肯定会有点医疗成果的，万一有合适的药呢？你妹妹的病不就治愈了吗？可是凭我自己。没关系，我帮你，反正我和联合医药有过节，准备沿路洗劫一下联合医药的仓库，如果找到了就送你了。谢谢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用感谢我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表达谢意的话，那就帮我指一下去军用机场的路。机场，这个我熟，往这边走，这边有近路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越来越多的病毒携带者开始出现在大街上，到处乱晃着，寻找着一切的未感染者，想要将病毒传染过去。市区里已经可以听到不时响起的枪声，我加快了速度，一路横冲直撞，只要遇见了病毒携带者，就直接撞过去，将其碾成碎片。阿伟也从最开始的惊恐、担忧，最后慢慢变得习惯、麻木，以至于能够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了。在阿伟的指引下，我很快就来到了一座铁丝网前。这里面就是机场，我有一次路过的时候，看到过好几架黑色涂装的大飞机，那些飞机的轮子比我的个子还要高，不过我不认识他们是什么型号的。我向着阿伟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在机场跑道上停着2架巨大的飞机，不过距离太远，外加机场里一片漆黑，看不清是什么飞机。在远处还有几座停机库，全都锁着大门。进去看看，总不能白来一趟。我强行撞开了3道阻拦的铁丝网，冲进了机场内部。机场里没什么人，一片安静。我一路来到了跑道前，查看了一下那2架飞机，一架是波音777客机，一架是湾流商务机，都停在跑道上。从外观上来看，好像没什么破损。不管了，反正先收起来再说。我掏出了飞机召唤器，对着2架飞机按下了收取按钮，一道白光出现，将2架飞机笼罩了起来。
几秒钟之后，2架飞机直接从原地消失。我的飞机召唤器上多出了2个飞机的图标。从飞机召唤器上的数据来看，2架飞机都没什么故障，可以正常的飞行。不过因为是客机，都没什么攻击力。无奈之下，我将目光对准了远处的机库，我将装甲车开了过去，直接用装甲车硬撞，就直接将大门撞开了。第一个机库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空机库锁什么门？浪费我感情！我骂骂咧咧的退了出去，撞进了第2个机库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要全是空的，我就把你这个破机场炸了。我不信邪的撞进了第3个机库，这一次机库里倒是有飞机，不过被拆了大半，发动机都卸下来了，这东西对我没啥用。当我撞开第4个机库大门后，刚一进入大门，迎面就看到一架硕大的飞机停在自己的面前。B-29超级空中堡垒，翼展43米，高度8.5米，满载54吨的庞然大物。这东西有2个投弹舱，每个可装900公斤的炸弹，5个炮塔，都配备了12.7毫米的机枪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刺猬。这玩意是地毯式轰炸的行家，当初空袭东京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投放小男孩和胖子的眼。我立刻将 B-29收入了飞机召唤器之中。让我愕然的是，这架 B-29的弹舱里居然装满了凝固汽油弹。有了收获的我心情大好，立刻撞开了最后一座大门。这座大门里同样停着一架飞机，不过也被拆得七零八落了，发动机都被拆解开了，零件铺满了地面。我下意识的就想要离开，这时眼前忽然弹出了提示信息：电子战吊舱完好，可以充当汽车配件。我猛地走了过去，来到一个椭圆形的如同导弹一样的东西面前。咆哮者电子战吊舱可当作5级汽车通用配件，可以有效干涉、测量、打击敌方信息，有效距离160公里。具体功能：精确干扰敌方电子设备，全频道干扰，监听敌方无线通讯，切断指挥链路，干扰、欺骗敌方预警雷达，在敌方雷达上部署假目标。这个不错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干扰敌人的雷达，让他们以为我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，干扰他们的追踪、部署，甚至可以制作一个陷阱，把他们引进去。我立刻将咆哮着电子战吊舱拖到装甲车附近，加载到了车上，获得了完整的电子战作战链路。我心中美滋滋。我投放了一架小型的手抛式无人机，向着周围探索起来。然而周围空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周围一个病毒携带者都没有？这不正常。我本能的感觉事情不太对，立刻派无人机向着远方飞去，查看情况。搜索的情况让他感到震惊，周围5公里之内居然没有任何一只病毒携带者。搜索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在距离此地6公里处发现了一只病毒携带者，正步履蹒跚地向着城市的东南方向移动着，对旁边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健康人视而不见。病毒携带者的首要目标不是将病毒传播出去，让所有的健康者都成为病毒携带者吗？他怎么不去传播，而是向着其他方向赶路？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觉得事情不太对，立刻派无人机向着那个方向追了过去。无人机一直飞到了城市的东南角，在一处废弃的工地上，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：几十辆车子停在一个深坑附近，车上站着拿着各种武器的人员，他们的武器杂乱不堪，有的甚至还拿着我亲手制造的蒸汽机枪，一看就是玩家。此时他们正在驱赶着那些病毒携带者步入那个深坑之中，而那些病毒携带者就像是任人摆布的木偶一样，对身旁的玩家没有丝毫的攻击欲望，就被这些玩家驱赶着来到了深坑边缘，随后跌入深坑之中。他们在干什么？我心中满是好奇，控制着无人机飞到了深坑的上空，准备看个究竟。然而此时手抛式无人机电量已然耗尽，径直坠落到了深坑之中。这种关键时刻居然没电了。我立刻召唤出了彩虹4无人机，向着深坑的方向飞去。指挥官发现了一个新的电子信号，通过信号强度判断是电子侦察车，是否启动伪装模式隐藏自己的存在。启动，不要让我出现在他们的雷达上。对了，彩虹4无人机也要照顾到，不要被发现了。放心吧，指挥官，他们的雷达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看到我想要让他们看到的东西。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昨天录多了花眼了吧？天色这么黑，你能看见什么？还有东西掉下去了，你怎么不说天上有无人机来攻击我们了嘞？真的，我真的看到有东西掉下去了。行，你说的对，真的有东西掉下去了，您老下去检查一下。那还是算了。他可知道深坑下面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，他要是敢下去，连给对方塞牙缝都不够，那不就完了？既然你不敢下去，那还说个什么？你我都知道那下面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要是汇报有东西掉下去了，上面那些狗娘养的肯定让咱们下去查看情况，到时候遭殃的还不是咱们自己。
就算有好处，也是上面那些家伙嘞，到咱们这里汤都剩不下，所以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，当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完成任务就算完事。可是万一真的有东西掉下去了？放心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，就算是真的有东西掉下去了，也没什么。再说了，那边不是有一辆电子侦测车吗？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？耐心在这待着吧，你还缺乏锻炼。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能戴上防毒面具，而你只能戴一次性口罩吗？跟着我学着点吧。他还是不太放心，晃晃悠悠的来到了电子侦测车附近，对着那个看着雷达的玩家问道：有什么收获没？没什么敌人吧？什么也没有，周围都是自己人，没有异常目标。那就好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他忽然听到头上有呼啸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一颗精确制导炸弹落入了深坑的边缘，巨大的冲击波将站在深坑边缘的20几个玩家一股脑的冲进了深坑之中，一连串惨叫在深坑中响起，随后便消失不见。敌袭！这时又是一声爆炸声在旁边响起，10几名玩家被冲击波推进了深坑。快撤！快撤！剩余的玩家飞快地向着自己停车的方向跑去，准备开车跑路。这时，2颗重型精确制导炸弹落入了车辆最密集的区域，数十辆车被炸毁，近100辆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被袭击了，快跑！能跑多少算多少，到预定地点集合。众多玩家纷纷上了自己的车子，向着城外疯狂驶去。我感觉彩虹丝携带的炸弹真的是太少了，才4枚精确制导炸弹，白白让很多人跑掉了。这要是给自己一架 AC-130，我有把握将这些玩家全部干掉。指挥官不用担心，我已经侵入了他们的电子地图，在他们的地图上都标记着一个相同的地点，我猜测那里应该是他们的汇合地点，只要我们前往那个地点，肯定能堵住他们。真的？好，把坐标记录下来，待会过去看看。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查看一下深坑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说着，控制着无人机在深坑上方徘徊，很快就将深坑底部的画面呈现了出来。原来在深坑底部是一只巨大的蠕虫，那只蠕虫正在不断地吞噬着那些跳下来的病毒携带者，它的身体也越来越大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能让这么多玩家驱赶病毒携带者去喂养，那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。既然玩家们想要驯养它，那我只需要将其毁掉就可以了，只要反着干，肯定没有错。我立刻将彩虹丝召唤了回来，将 B29换了上去。4发重型轰炸机 B29 从低空掠过，向着深坑附近飞了过去。B29 打开了弹仓，一枚枚凝固汽油弹落了下去。随后，白磷燃烧弹将周围的一切都点燃了。顷刻间，整个深坑周围化作一片火海，整个深坑作为最中心，更是被重点照顾。足足向里面扔了500公斤的燃烧弹，深坑中的火焰升腾，火焰冒出深坑3米多高。那只白色的蠕虫在烈焰之中被烧成了灰烬。为了确保稳妥，我在 B29 回来后，还派了一架斯图卡过去，将6枚总重1.8吨的航空炸弹全都扔进了深。看着深坑附近的火焰熄灭了一些，我开着车离开了市区，向着那些玩家的集结点开了过去。此时，在一处河滩旁边，近100辆车辆汇聚在一起。一个戴着贝雷帽的玩家来到了电子侦测车的旁边。确认过了吗？周围确实没有敌人。放心吧，老大，我已经侦测了好几遍，周围确实没有任何敌人，我用我的脑袋保证。希望你的技术和你的保证一样有效。如果我再在周围发现哪怕一个敌人，你就等着去喂病毒蠕虫去吧。老大，病毒蠕虫恐怕被干掉了。我撤离的时候发现那片区域一片火光，你知道的，病毒蠕虫最怕火焰了，我担心。算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反正是联合制药的东西，该怎么心疼是他们的事情，轮不到我们操心。可是我们可是跟联合制药签下了协议的，现在我们把病毒蠕虫搞没了，他们会不会制裁我们违约？签过协议怕什么？大不了老子不要尾款就是了，反正前期的预付款已经到手了，这段时间多着点他们，等到7天时间一到，咱们就去别的世界了。想要制裁我们，先能追上我们再说。老大，虽然我们不惧联合制药，但是我们和联合制药签订契约的时候，那一位可是契约的见证者，万一我们违约了，惹得那位不高兴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弄死我们，他的能量您是知道的。好吧，统计一下我们现在手里的实力，等天亮的时候我们回去看看。老大，这次攻击我们损失了42个兄弟，32辆车彻底损毁无法使用，其中就包括我们新接手的4辆装甲运输车，3辆自行火炮，最关键的是那2辆核心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全都报废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贝雷帽的眼前一黑，这个损失里不光是联合制药的预付款，还有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当，这一下子几乎是把车队的核心精华败了个干净。对了，芭芭拉呢？他不是去接手突击营去了吗？
人呢？老大，芭芭拉阵亡了，不光是他，就连他带去的那些人也全都死了。我刚才在区域频道上看到的消息。听到这话，贝雷帽气血翻涌，好悬没晕过去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在针对我？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天空中几颗导弹划过，向着他所在的方向飞了过来。敌袭，我倒！然而他还没喊完，剧烈的爆炸声就在河滩附近炸响。2架武装直升机也从远处飞了过来，一边用阿达兹导弹狂轰滥炸，一边用加特林机枪扫射。河滩上的玩家成片的倒下，很快河滩上尸横遍野。2架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，离开了。又过了一会，一个玩家从尸堆里爬了出来，狼狈地来到了停车区域，想要找一辆还算完整的车离开。然而大部分车都被导弹击毁了，几乎没有能开出去的车。忽然远处一辆装甲车缓缓地开了过来，那名玩家见状连忙趴在地上装成尸体，试图蒙混过去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起来吧，别装了。你看见哪具尸体会吓得双腿发抖的？那名玩家知道自己已经被我识破了，畏畏缩缩地爬了起来，举起了双手。别杀我，只要不杀我，让我怎么干都行。怎么干都行？真的？真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看。那名玩家边说边扒拉着裤子。行了行了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只要你能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，能让我满意，我就放了你。真的不用吗？真的不用，你能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就行。哦，好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竟然感觉对方好像竟然有一丝失落。尼玛，能解释一下你们在城区是在做什么吗？是你攻击的我们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你是怎么攻击的我们？是怎么躲过我们的电子侦察车的？看来你对自己现在的处境还不太明白。我冷哼了一声，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，对着那人的胳膊开了一枪。现在是我在问你，不是让你提问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在那边是为了培养病毒蠕虫，这个病毒蠕虫可以吞噬融合病毒，将阿尔法病毒提纯熔炼成更加厉害、更加适合生物传播的病毒。你们培养这个有什么用？目的是什么？毁灭世界？我们哪有那个想法？反正7天之后就离开了，这个世界毁灭不毁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只不过是接了联合制药的委托而已，我们帮他们培育蠕虫，他们给我们军火和各种物资当做报酬。又是联合制药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这个联合制药是什么来头？你们怎么勾搭上线的？联合制药是一个土著公司，说是公司，但是实力很大，手眼通天，全世界都有分部。其实我们本来是不知道这个公司的，是莫里亚蒂联系了我们，帮助我们和联合制药牵线搭桥，进行合作。果然是莫里亚蒂捣的鬼。这个莫里亚蒂的事情都有谁知道？该不会把自己搞得人尽皆知了吧？没有，这个事情还是很隐秘的，只有我们首领和几个亲信知道。莫里亚蒂大人也不太喜欢被太多的人了解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据你所知，都有那些玩家和莫里亚蒂有过联系，你们首领应该会知道一些吧？我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你能放我走吗？如果回答的让我满意的话，我可以放你走。其实我们首领的口风挺严的，但是我之前流浪过一段时间，和很多车队的人私交不错，然后利用私人渠道获得了一些消息，好像很多人都接到了莫里亚蒂的帮助，和联合制药达成了协议，有一些只接受了最基础的援助，大部分都想要多要一些，就会接受一些任务，比如我们接的任务就是培育病毒蠕虫。问题我回答完了，可以放我走了吗？或者我还可以用别的补偿您一下。那人说着又开始解裤子。快点滚！你真的放我？我说话一向算话。那人闻言转身就跑，近防炮的声音响起，那人的大半个身子都被打成了碎片。原本我打算等那人跑远点再动手的，结果没想到小爱同学率先动手了，倒是省了我的事。经过判定，此人有较大概率会将指挥官的消息散播出去。为了清除隐患，未经请示擅自将问题抹除，请指挥官惩罚。惩罚是应该惩罚，你的虚拟形象已经用了好久了，换一套吧。不过不要像素的了，换高清的。可是这要占据好多算力的，不划算。没关系，一个桌面形象占用不了多少算力的，而且一个好看的形象会让我心情愉悦，提高指挥效率，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，不算浪费。是这样吗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快点去弄吧。那指挥官需要什么类型的新形象？有什么要素吗？小爱同学拿出了一个小本，一副认真的模样。这是你自己的形象，你自己做主就好了。将001叫出来清理战场，顺便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装死的家伙。10几台自走机械在场中彻底清理了一遍，确认没有任何一个活口。将整片战场清理过后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地图，上面标注了一个联合制药的秘密基地。这个基地
在我的图纸上并未被提及。根据标注，这里是一个病毒蠕虫的培育基地，一旦将病毒蠕虫培育完成，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没想到还有这种收获。将地点标记好，我回到了车上，冉小爱同学把车子重新开回到道路上，然后继续向前前进，而我自己则来到了医疗舱的旁边，看了一眼里面的阿雅。此时阿雅的生命体征已经逐渐恢复，不过仍然处于昏迷状态。按照医疗舱给出的推测，应该是体内消耗过于严重，身体的保护性休眠，等到体能与精神恢复到一定程度后，自然会苏醒过来。好了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不，我就在这里守着，就是因为我不在他的身边，他才变成这副样子的。他不醒来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我知道阿伟心里有愧疚感，便由他去了。反正在车里还有小爱同学帮忙看着，出不了什么大事。我自己回到房间休息去了。我又是连着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，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，我才醒过来。醒来之后，我先去了实验室看了一眼，我发现这个蛋确实比之前大了不少。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孵化？根据莉莉丝小姐的推论，至少还要几天才能完全孵化。真想早点让它孵化出来，现在好多研究都等着它来主持局面呢。如果现在莉莉丝转生完成，那些准备好的试验应该就可以开始了。出了实验室，我又来到了医疗舱的旁边。此时阿伟正趴在医疗舱上睡觉，里面的阿雅则闭着眼睛。我看了一眼阿雅的状态，估摸着大概再过个一天半天的就能彻底恢复了。我回到了座位上，看到我过来了，穿着女仆装的小爱同学立刻将汽车的总体状况面板打开，让我了解汽车的整体状态。这是新形象吗？怎么样，指挥官，新形象还可以吗？女仆装？怎么会想到换这套衣服的？我连夜看了指挥官最近经常翻阅的一些书籍，发现这套衣服出现的频率最多，指挥官在这套衣服上停留的时间也最长。难道不是指挥官最喜欢的吗？难道大数据分析算法出现问题了？虽然我也很喜欢，但是自己的爱好被这么直接扒出来，总感觉有些羞耻。恭喜各位玩家，欢迎各位迎来了本世界第3天的太阳。告诉各位玩家一个坏消息，由于缺乏人员值守，北部地区的大量核电站发生泄漏，核泄漏促进了阿尔法病毒的进化，衍生出新型毒株易普西龙病毒。病毒具体特性请各位玩家自行查看。我本能的觉得这绝对是游戏系统搞的鬼，什么核电站3天没人值守就泄漏了呀？而且核辐射居然还能促进病毒进化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吐槽起比较好。然而这里游戏系统最大，游戏系统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去查看病毒特性说明。而且由于核泄漏和伊普西龙病毒的原因，我所能行驶的方向被进一步压缩，只能向西北偏西的方向行驶，这也大大的增加了我和其他玩家相遇的概率。逼着大家一起见面是吧？很好，那就来看看遇见了到底是谁倒霉。我关上了区域频道，看了一下地图，向着联合制药的那个秘密据点开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架巨大的运输机从天空中飞过，向着远方飞去。那架运输机的样式我很眼熟，我在不止一个世界见过。那是游戏系统投放物资箱或者空投的运输机，只要追着这东西跑，极大的概率会获得物资箱。话说，好久没开物资箱了，跟过去看看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就弄2个。开了不到15分钟，天空中又是一阵轰鸣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又是一架巨大的运输机飞过，还是刚才的那个方向。怎么又一架？居然有连续2架飞机飞往那个方向，难道说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？又开了10多分钟，天空中再次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，又是一架运输机飞了过来。这是第3架了，那边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我敢肯定，飞机前往的方向肯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。就在我准备加速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中闪过：这飞机的飞行高度并不算高，也没有什么武器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用阿达兹导弹将其打下来呢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控制火控雷达瞄准了那架运输机，随后发射了一枚阿达兹导弹。那枚阿达兹导弹击中了机翼，将1/3个机翼外加一个发动机打了下来。飞机被攻击之后，开始寻找平整土地进行迫降。我立刻悄悄地跟了上去。20分钟后，我在一片草地上找到了那架被击中的运输机。此时，运输机冒着白色的烟尘，机翼断成了好几截，各种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。我见状，连忙开了上去，绕着飞机检查了一圈。飞机周围没有任何尸体，我特意去飞机驾驶舱里看了一圈，里面也没有任何人类的痕迹。无人驾驶。我带着001和众多自走机械下了车，开始对飞机进行破拆工作。在自走机械的拆解下，运输机的蒙皮被揭落，露出了金属骨架和里面的东西。运输机内部空间很大，运载了大量的物资箱，不过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看着那如同小山一样的物资箱，激动的眼睛都亮了。粗粗数了一下，足足有200多个，虽然大多数都是白色或者蓝色，紫色的只有1个，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。
这么多物资箱里，总能开出点好东西来吧？我搓了搓手，准备来一次开箱测评。我拿着撬棍打开了第一个白色的物资箱，一大堆12.7毫米的机枪子弹弹链从里面滚落出来。这么多子弹，这是12.7毫米的特制穿甲弹，专门用来打坦克用的，全装的弹链，每条弹链1000发，一箱20条弹链。这么多子弹，什么时候白色物资箱也这么丰富了？我记得以前白色的物资箱里，通常就是1-2块面包、1-2瓶水的量而已。难道是连日不开，手气变好了？我又打开了第二个白色的物资箱，又是20条12.7毫米穿甲弹的弹链。我拿着撬棍继续开下去，我一连开了10多个箱子，全是12.7毫米的弹链，没有一点别的物资。我又打开了几个蓝色的物资箱，里面全是 RPG7，一个物资箱里面4具，不多也不少。最后，我拿着撬棍打开了那个紫色的物资箱，里面是一具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器，配备6发反坦克导弹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用来反坦克。一架运输机运送这么多标准统一的反坦克武器往一个地方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而且数量还这么大。最重要的是，前面已经飞过去2架飞机了，我本能的感觉会有大事发生，得去看看。我立刻让001带着自走机械将这些东西都搬上车。此时001已经将运输机拆解完毕了，弄到了一个大型涡扇发动机的图纸。我看了看图纸，是运输机上用的，自己暂时用不上，便收了起来。收拾了东西，我开着车向着飞机飞向的方向赶去。开了半个多小时，前方出现了一大片树林，树林里树木繁茂，但还是勉强可以让车辆穿行，也就10多公里，直接过去算了。我懒得绕路，直接一头扎进了树林里。当我走到了一半的时候，飞到了树林边缘的无人机忽然传回了一个画面，大群大群的蜘蛛成群结队的从树林里奔涌而出，向着前面跑去。而树林的出口是一处峡谷，两侧异常的陡峭，大量蜘蛛如同黑色的洪流一样顺着峡谷向着远方冲去。这树林里居然有这么多蜘蛛，我不由得庆幸自己有奥克因雕像，否则光是这么多蜘蛛就不太好对付。与此同时，峡谷的另一端，一群人聚集在谷口，他们身上穿着统一的迷彩服，身上穿着防弹衣，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挺重机枪，背着一枚 RPG7，在他们身前还构筑了完整的阵地，3条宽阔的反坦克壕沟，壕沟中间还有龙牙路障和钢铁巨马，身后还有2辆反坦克导弹发射车，2辆阿琼重型坦克，4辆突击炮，外加2辆自走榴弹炮和1辆喀秋莎火箭炮车。就这样，还有大量的玩家正拿着工兵铲在挖掘第4道反坦克壕沟。几个玩家聚集在一个戴着红色贝雷帽的玩家身边问道：提莫老大，这种程度的防御已经差不多了吧？就对付1辆装甲车，哪怕先进点，也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吧？嘿，你不懂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翻车，靠的就是一个稳字。只要他没来，各种公式的修建就不能停，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道公式能救你们的命。那他万一要是不来呢？这些公式不都白修了？不会的，我和联合制药的高层联系过了，他们调拨了一个卫星进行专门监控，那家伙正在朝着这边驶来，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就在刚才，卫星发来了最新的情报，那人进入树林了，预计再过1个小时左右就能过来了。你们一定要做好一切的准备，务必要将他击杀，在到时候把任务一交，找莫里亚蒂大人把愿望一许，大家都能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保证人人有份。老大万岁！就在这时，他们忽然听到从峡谷的另一头传来了一阵阵沙沙的响声。老大，什么声音？会不会是风？怎么可能？风不是这个动静，我感觉好像是挺多东西在跑。很多动物在跑的话，不应该是轰隆轰隆的吗？我去非洲看过动物迁徙，那场面老壮观了，怎么可能是这种声音？派2个机灵点的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明白了。几个手脚麻利的玩家立刻跑了过去，结果他们刚跑到巨石附近，就飞快地往回跑，像是被狗咬了一样。你们2个混蛋，跑回来干什么？蜘蛛是蜘蛛，蜘蛛你爬个屁啊！咱们又不是没杀过，你忘了上个世界咱们在雨林里杀了多少蜘蛛了？比脸盆多大的都杀过，比那个大多了。再大能怎么样？有房子大，还是有车子大？再大还能有枪厉害？可多了，杀不完。老大，咱们撤吧。我二狗，都说你胆子小，我平时还不信，但是今天一看，你这不是胆子小，你这是没胆子啊！几个破蜘蛛就能把你吓成这样，我今天就站着了，倒要看看到底有多少蜘蛛能把你吓成这副样子。我操！提莫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一只巨大的蜘蛛从巨石后面转了出来。那蜘蛛如同小型家用轿车大小，8条锋利的节肢足有1.5米长，8对复眼不断地转动着，看起来异常的狰狞。什么狗东西！提莫立马抄起了机枪，开始对着那只蜘蛛扫射起来。周围的玩家也纷纷地跟着提莫扣动了扳机，一个玩家更是直接架起了一具 RPG7，对着那只蜘蛛直接来了一发。RPG7 精准地命中了巨大的蜘蛛，直接将蜘蛛气化了。
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。你们两个怂蛋，看到没有？这玩意也就是看着可怕，一发 RPG 下去直接蒸发。你们跑什么？提莫回头准备教训那2个逃回来的玩家，结果回头发现好几个玩家跟着那2个玩家一起跑了，剩下的玩家脸色也都不太好看。老大，咱们先撤吧，有点太多了。多什么？那你……提莫一回头，脸色顿时绿了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大群的黑色蜘蛛从巨石后面绕了出来，如同黑色洪流一样向着他们涌来。这些蜘蛛密密麻麻的，个个都有一辆汽车般大小，一看就极难对付。提莫老大，咱们撤吧。撤个屁！他之前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，这要是一撤可就全都白费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车子为了追求火力，速度最慢，要是撤退，岂不是他要留下来殿后？不能撤，现在撤了，队伍就乱了。通知下去，我们有火力优势，还有坚固的防御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冲过来。听我命令，所有武器一起开火。众多玩家听到提莫的命令后，纷纷回到车里，控制着各种重型武器，纷纷开火。坦克、突击炮、自行火炮纷纷发出了怒吼，一发发炮弹轰入了蜘蛛群之中，将一片片的蜘蛛炸成了碎片。可是那些蜘蛛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，打死了一批，又冒出来一大批，好像是根本杀不完一样。哪怕所有的玩家都用尽了全力，将所有的武器火力都提升到了最大，可是依旧无法遏制蜘蛛。黑色的洪流距离他们越来越近。这时，几只比较聪明的蜘蛛从悬崖上面迂回了过去，悄悄地爬到了他们阵线的上方。几只蜘蛛从悬崖上跳了下去，直接落入了人群之中。一只蜘蛛落入人群之中之后，立刻举起了锋利的截肢，对着一个玩家刺了下去。敢杀我兄弟，我杀了你！另一个玩家立刻调转枪口，对着蜘蛛的脑袋扣动了扳机，蜘蛛的脑袋被当场打爆。然而，越来越多的蜘蛛跳入了人群之中，人群之中的玩家开始纷纷躲避，抢先击杀那些跳入人群之中的蜘蛛。几个过于紧张的玩家甚至在攻击蜘蛛的时候失手击中了自己的队友，被这些蜘蛛一闹，玩家的火力就出现了断档。利用着空窗期，蜘蛛群不可阻挡地冲了过来。撤，快撤！提莫立刻钻进了自己的阿琼坦克里，飞也似的跑了。周围的那些玩家速度更快，纷纷坐上车四散奔跑。峡谷对面那些玩家的样子被我的无人机拍了一个一清二楚。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在树林里面穿林而过，结果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出来，误打误撞的驱赶出了这么多蜘蛛，将一直准备埋伏我的玩家队伍给冲散了。咦，忽然我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，在整支队伍的最后居然有一辆坦克正在缓缓地行驶着，一边行驶着还一边在不住的开炮还击，炮塔上的并联机枪也哒哒哒的响个不停，看样子是在阻挡蜘蛛群，帮其他玩家断后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忙，看到这么多蜘蛛居然还能留下来断后，这支车队里居然还有这么忠勇的玩家，还真是难得。我看着屏幕上的阿琼坦克，不由得暗叹，没想到在玩家群体中还有这么可敬的人。尽管双方是敌对关系，但是并不能阻碍我表示一下自己的敬佩，至少我是做不到的。坐在这辆阿琼里面的正是车队的队长提莫。此时提莫的心里正在不断的骂娘。提莫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些蜘蛛已经到了他的屁股后面，眼看就要追上来了，他顿时就慌了，当即在区域频道里大喊了起来：操，你们快点回来护驾，快回来！老大，谢谢你帮我们挡住了这些蜘蛛，救命之恩莫齿难忘，队伍我会帮你带好的。我帮你们挡个屁！胡迪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快点回来救我！谁能救我，我就提拔他当副队长，车队里的资源也可以优先选取。大家加速跑啊，别辜负了队长给咱们创造的机会。那些蜘蛛跑得太快，留给咱们的时间可不多。众多玩家将油门踩到了底，跑的速度更快了。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我诅咒你们全都被追上，一起下地狱！提莫一边愤怒地骂着，一边踩着油门，希望让车子提升一点速度。发动机发出了一声闷响，一道白烟升了起来，发动机居然爆缸了，车子彻底熄火。尼玛，阿琼好歹是60吨的主战坦克，防护力应该不成问题，挡住这些蜘蛛应该没问题吧？然而2道锋利的截肢从外面刺了进来，不断地搅动着。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四面八方，甚至车顶都伸进来了几只锋利的截肢。完了！提莫默默地从怀里摸出了一个蘑菇，这是他在第一个世界就得到的一个东西，原本是他留下的后手，没想到居然用到了这里。一团蘑菇云从原地升起，阿琼变成了一堆废铁。很快，众多蜘蛛就将这片区域淹没了，然后形成了滚滚的大潮，向着远方跑去。等我把车子开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什么都剩不下了。既然这些蜘蛛能用来攻击玩家，那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攻击联合制药的据点？哪怕攻不下来，用来浪费一些他们的弹药也是好。我驱动着那些蜘蛛，修正了一下方向，向着联合制药的据点开了过去。此时，提莫车队里的众人则在商量着该怎么办。
胡迪队长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那些蜘蛛还紧追着不放，要是这么下去，咱们迟早要被追上干掉，得想个办法才行啊！就连前队长提莫都被逼得自爆了，他们这点势力给这些蜘蛛群塞牙缝的都不够。没关系，这些蜘蛛群虽然我们打不过，但是有人能打过。谁呀？联合制药。我有一些秘密的情报来源，知道联合制药在这附近有一个秘密的据点，武备充足，咱们对付不了蜘蛛群。但是他们不一样，只要有完整的阵地和武备，完全可以依靠地力将蜘蛛群消灭。我们还能就地补充一番，到时候大家都有好处。真的，还是胡迪老大有办法，就知道跟着胡迪老大是没错的。车队里的众人重新燃起了希望，向着联合制药的秘密据点开了过去。众人一路开了1个多小时，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监狱一样的地方，最外围是一圈深达8米、宽达5米的壕沟，壕沟前后都有铁丝网，壕沟之后是一道高达12米的围墙，围墙之上是电网，围墙上还有大量的监控摄像头，在围墙之后是4座塔楼，每个塔楼上都有持枪的守卫在巡逻，在围墙的外面挂着一块大牌子“太阳监狱”。队长，不是说要带我们去联合制药的秘密据点吗？怎么是个监狱？这就是秘密据点，只不过伪装成了监狱。当然，其实这座监狱也是真的，里面也真的关押了一些犯人。不过，真正的主体在监狱的下方，那里才是联合制药的秘密实验室。上面的这个监狱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。嗨嗨，这里可真不错，看这个防御，绝对能挡住那些蜘蛛。只要给我一个补充弹药的机会，我就能炸死那些该死的蜘蛛。胡迪似乎早就和太阳监狱方面联系好了，车队还没到，一道吊桥就落了下来。众人的车子鱼贯进入了太阳监狱之中，只不过看着那些人进入了太阳监狱后，我手中托着下巴，露出了玩味的神色。我刚才启动了电子战系统，监听了胡迪和太阳监狱的通话，听到了一些有趣的内幕。没想到居然还能这样，这个求生游戏的谁好深啊！